今天呢，我们要花2天1夜的时间来品尝一下汕头的各种美食。汕头是中国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，它处于广东省的东部，和潮州、揭阳共同组成了潮汕地区。对，我们这2天1夜的时间不能尝遍它这里所有的美食，所以我们会筛选性的品尝完之后，我们再进一个评分和推荐吧。没有想到我点的都是小份，上来都是我觉得够3到4个人吃。首先喝点汤，广东人要先喝汤，丸子汤就是鹅肉丸汤。尝一下这个丸子怎么样？弹牙，筋道干净的味道，也很鲜。但说实话，如果它不是写鹅肉丸，我会觉得这是猪肉丸，确实吃不出来是鹅肉丸，都挺 Q 弹的，吃起来很有劲道。但是会比猪肉丸它会更有味道。猪肉丸一般都柴柴的，或者软软的，这是很有筋道，然后自带一点咸味，好吃的。再吃点我最期待的粉干。我们现在不是饭点，已经快2点了，过来都还是非常多顾客，无论是堂食还是在下面排队点外送、外卖，都特别多人。粉干很好，很好吃吗？尤其加上蒜水，特别。所以它这个要加这个蒜水才行。你也可以不加，先试一下干净的味道。好滑呀！我觉得比法式鹅肝做的好吃多了，广东人。它的鹅肝处理的很好，然后也没有腥味，而且粉粉的，入口即化，好吃。就能够在这个饭点还这么多人，而且开在汕头，肯定不会差。就是如果只是网红店的话，估计撑不了多久。反正猪肉卷，就一般龙江猪脚饭都会放上1、2片的，它这里是炸猪肉卷，特别的干脆，不会说有多余的水分，炸得很湿，然后它自带咸味，然后还会搭配2个酱料，一个是番茄酱，一个是酸梅酱，都不错，就是很快乐的零食的味道。它这些卤水拼盘，这些酱汁有不一定要蘸哪一个好吃吗？我觉得按自己的都可以自己试一试，是不是？然后蘸一下这个什么？这是酱油吗？就是直接卤出来的卤汁。咸上加咸，相当于烧鹅汁里面自己烧鹅自带的那些汁。你看这个汁，自带的汁，这个汁来加米饭应该很好吃。好吃。这分量真的不少，而且还有自助的那个料理台，那里也可以自己加米饭，想加多少加多少。有自助的茶，然后酱汁、纸巾难得在广东纸巾不用收费。对，而且它这个是2层的，就是它下面1层呢，就是可以直接点外卖带走的，上面1层你就可以堂食。所以第一次来的人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直接上2楼。如果你要堂食的话，如果你要打包的话，你直接在下面排队打包就行了。刚刚我们来到看到排队，我们以为很火，可能要排队，我们就靠近一点，发现如果是要上来的。最后半块珍贵的鹅肝，你喜欢吃鹅肝了，又很好吃。你是最喜欢吃鹅肝的，都被你吃完了。看来今天鹅肝已经满足了。5分满分的话，我会给它4.5分。吃的都很好吃，尤其是粉干，一直都很喜欢。然后这里又不贵，说实话，就是这个价格能吃得饱。但0.5分我会扣在它的2楼位置比较少，所以如果人很多的时候，饭点人多的时候，你可能要排一下位。你呢？会给4分。Why？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点咸了。哪个菜？我觉得几乎每个菜都会有点咸，尤其是那个炸肉卷会有点咸，对。然后我还喝了不少水，虽然有汤可以去咸味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喝点水。那我们先去吃下一个小吃。走。导航说，如果我们开车都要8分钟，走路大概22分钟。但是我们如果现在直接吃的话，发现会吃不下去，所以我们打算走路过去。这里真是到处都是吃的店。
我们的第2站是江油席老式冰，然后这个冰就是我们拿到的中份，可以自己选6种调料。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它好漂亮，就这个盒，然后这料打得满满的，下面就是冰，特别的漂亮。然后它是在这个小区里面，在路上人走的路上搭了几个小台子，然后年轻人在这里站，在这里坐着吃。我们点的6种小料分别是红豆、绿豆，那个应该是仙草，燕麦。海石花和芋泥6种口味，中份。我们试一下它味道怎么样吧。对，因为选择太多，我们都不知道选哪个，然后每个都问一下它是什么店长它是什么，然后让他能推荐给我们。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好吃，我们给大家尝一尝。我最期待的是这个海石花。我们选的是梅汁口味，它有原味和梅汁，原味偏甜，梅汁就偏酸，还不错，这梅汁口味。然后海石花就是非常爽、清淡、Q 弹的感觉。它这个冰，再加上酸的，再加上这个不同的口味，我觉得这个好解腻啊！吃起来好有意思啊。有意思。而且这个酸我觉得很解腻。刚刚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肉和内脏。对，刚好也走了一下，这样子吃点冰的，吃点这种甜甜的，还比较综合。花了22分钟到这里，然后花了5分钟给它吃完。确实。然后这个也很便宜，9块钱一份中份，然后15块钱一份大份。对，你给它打个分，觉得？我会给4.5分，因为这里很好，这个盒子很漂亮，很可爱，然后吃的东西也都很好吃，很有潮汕的特点。但是唯一就是它的冰融化的很快，因为它只有室外的几张小桌子。下一次如果你是在假期来的话，可能人比较多就没地方坐，你就只能抱着这个纸盒，然后它可能半路就化了。所以我给5分吧，我觉得这里很舒服啊，而且就在居民区附近，很凉快。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来，温度很舒服，然后吃这种冰很解暑。确实，如果你是错峰来的话，那这里非常的舒服。对，不过这个桌子没那么多嘛。如果你是真的高峰来的话，我估计还会排队。不知道这里火不火了，反正口感还不错。嘿，我们已经对上焦了。我们现在在主城区的南边，在南滨公园。然后我们到这里的原因有点好笑。我们是为了消化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吃的实在太多了，虽然感觉好像没吃什么主食，但是吃了零零散散的东西，现在肚子就很胀，所以想到处走一走，消化一下。到处在耗时间，我们又去了小公园，就是那个中山纪念塔那里，然后又去了老妈戏台，然后后面想来滨海广场，想来海边码头边看一看，想去码头边逛一逛，然后结果公交车一下车就到了轮渡的售票点，我们就跟人群被挤进来了，然后就花了1块钱，就过到了对面，从对面过到这边。刚刚我们在那边吃东西，对，那个现在那个位置就是一大群游客准备上回去，这里就是刚刚我们坐1块钱轮渡免费看到的一个轮渡上的夕阳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再闲逛一小会儿，就坐轮渡回去主城区。但是来到这个南滨公园这边还挺神奇的。但是1块钱的轮渡，如果你们来的时候不多人的话，很值得来坐一坐。坐这个坐5点40的，然后要坐到上船之后坐到右侧，要早点上船，这样可以看到你的日落。别太厉害！这边跑错了，快！我们已经乘船回到了主城区，然后我们还没饿，就在海边吹海风和听一下歌，休息一下。而这位大哥，他已经拉屎了半个小时。活动开了，我可以随时下水。终于吃上了我们的晚饭。对，我终于饿了，到8点半。今天是我们的第3餐，我们来到了富苑酒家，然后这里有卤水和生鲜。我们点了4个菜，然后我们分别来尝一下它的味道。对，好，第一个是海瓜子，熟食，我觉得非常下粥，之前也觉得非常下粥，看看这次的表现怎么样。这一次的表现怎么样？看一下瓜子。
还是很下桌的鲜味，特别好。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很饱满，很绵密，然后海瓜子加上了葱吗？对，葱，就很鲜，然后它小小的，每一个都有爆汁的感觉。我觉得它这个粥是米线煮上来的，然后每一颗的米颗粒保留的挺好的，不会碎掉。好，试一下鹅肠。来口粥对一对。我觉得是因为中午那一餐我没有吃到鹅肠，所以今天晚上想试一下。但是这个肠感觉太生了，太长了，就是太大一块的咬不烂的感觉，有点恶，所以我给它用粥送了一下。还是喜欢烫火锅的时候那种肠收缩了之后的那种嚼劲。对，你那种是用高温去给它收缩的，这个就估计是腌的、卤的，所以那个嚼劲应该没那么足吧，把它尝。就是没有火锅烫的那种更有嚼劲。然后太生了，我感觉。它入味就挺入味的，也没有腥味，处理的很好。鹅肝，中午吃的鹅肝，今天还吃鹅肝，1年的鹅肝1天达标。它的鹅肝滑是滑的，入口也是化的，但是嚼完吞咽之后会有股腥味，说实话，会有股腥味回荡在嘴里。那我再试一口确认一下。我觉得没有中午的好吃，说实话，让我再送口粥试一下。当时我们第一次来汕头的时候吃的鹅肝就是这里的，就是很惊喜。对，但是现在没想到还有，我们已经吃到了比它更好吃的鹅肝，就在今天中午。哇，这生鲜虾很入味，然后它就是它确实是把这个虾的里面的肉，它的 Q 弹保留的很好，所以吃起来的时候，这口感非常顺滑。对，我们也点生腌蟹，但是我不太喜欢蟹的味道，很腥，所以我每次后面都是每次只点虾。生鲜虾很推荐，很好吃。还是很优秀，味道特别入味，而且里面的肉像果冻一样，对，软软的，入口就化 ，Q Q 弹弹。所以这种生腌的方式确实能海鲜的肉质的一个紧绷感，同时它的味道又非常的 Q 弹。而且我们喝了很多粥，也吃了很多熟食鲜了。最后一个是空心菜，本来想点番薯苗，但是它卖完了。就正常的广东炒青菜。反正好像我们老家炒青菜是用猪油炒的，估计它不是用猪油炒的，炒起来没有那种特别的香味。我们家还会用腐乳炒起来更香，这里就是用蒜简单炒了一下。我们已经吃完了赴宴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餐。本来打算去吃最后一个那个肠粉的，但是我今天实在吃不下了，所以我打算走了。对，我们点了4个菜，真的好不容易把它全吃完了，最后用了213块。那你就来打个分吧，你感觉？因为鹅肝让我有点失望，本来最期待的，但是有一点点腥味，不知道是因为今天吃第2次鹅肝的关系，还是他做的没有以前这么好。他现在店面特别大，有3个大店面，所以我会给3.5分。因为印象中的我是会为了他再来吃汕头的，对，但今天没有吃的很满意，期待，还没有。对，你呢？我给4分吧，我觉得这里很方便，它的服务都做得很好，就是不管你来的是看到现场有多少人，但是你过去总会有个人给你服务，根据你的人数来定分量，然后你就给你找位置，你坐下来，然后上车速度很快。像那些生腌上车速度马上就好了，我觉得这个不用先做啊。对，这生腌做好就是已经定好，只要你写好单，我觉得这个流程做得挺好的。然后今天我们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要一天吃2次鹅肝，这吃的真的有点让我1年都不想来了。大家还是见好就收，留着那种留恋的感觉最好。对，今天就
不再吃了，也吃不动了。这个做美食做吃播真的是太难了，还不如去看博物馆来讲解博物馆容易，救命！那些博主，他们怎么能2天吃12顿，1天吃6顿呢？我非常怀疑。反正我们都吃完了，所以尽量不浪费。对，今天也是灿烂的一天，我们骑上了新的坐骑，出发！我们先吃五花趾，然后五花趾试烫15秒，它的特点是它会筋道一点，味道有一点筋，但所有的其实都不用烫很久，就图一个新鲜。你看五花趾非常的漂亮，那个里面的那个筋肉煮完之后半透明状，然后就比较弹牙。好弹牙，跟昨天的那个虾一样的。对，然后我的酱料选的是沙茶酱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有点辣酱的蒜蓉酱。这边我就辣椒加辣椒籽，辣椒籽加酱油加醋，吃辣的人的一个基本调法。然后在非假期时间来，其实它位置很多，因为它店面现在很淡，进来不用排队，点完菜之后马上也能上，因为他们那边都有很多的师傅。它这里盘子上会直接写着这个肉叫什么名字，要烫多少秒，所以即使你第一次来广东，对这些肉很陌生，也不用担心吃坏肚子。原来点菜的那个菜单上面也清楚的写着，每个肉是牛的哪个部分，然后每个肉建议烫多久，而且跟以前来感觉它每一次都在进化，这一次它是直接把单价也标上去了，然后煮的时间也越来越清晰了。然后吊龙它的口感就会更软一点，比起五花趾的筋道，吊龙是有瘦肉带着肥肉，比例非常的均衡，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柔滑。然后使用烫8秒，然后最开始我们就先放了那个生肉丸，它是烫6分钟，需要时间最长。然后现在肉丸也好了，我们也试一下肉丸。这个虽然比较顶肚，但是实在难以割舍。你离开汕头很难有这么新鲜的肉丸，新鲜牛肉加现打，会比较烫一点。然后每一家火锅店其实它自己的沙茶酱是它的灵魂酱料，最传统的蘸碟就是沙茶酱，然后有些顾客可能会就为了那沙茶酱而选择一家牛肉店，因为在汕头能开的牛肉火锅店，牛肉都不会差，说实话。能生存下来都是有2把刷子，非常的 Q 弹，然后它不会有这么多的筋，所以小朋友吃也会很合适，一吃就不是那种保质期要6、7、8个月的那种新鲜的感觉。然后汤底就是最普通的玉米加白萝卜的汤底，非常的鲜甜。15秒哈，特别劲道，吃起来的时候，刚刚一筷子戳进去还沾了一点里面的汁，爆汁。太好吃了。而且比其他地区价格要便宜1半，就是一碟那现在都是30到40之间的价格，而我们如果在东莞吃的话，在商业区附近都是68一份，肉还没有那么新鲜。其实，在居民区也有很多牛肉火锅店，但是来兴化的原因是它服务外地游客已经服务了很久了，量也比较大，所以总体来说它价格可能还会更便宜一点，然后质量也不会太差，就不会踩雷，服务也比较完善一点，引导停车啊，然后教你怎么下东西，教你怎么选东西，他都很熟悉去面对这些外地游客。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喜欢还是吊龙，因为它肉感比较顺一点。就在汕头这边吃东西，不仅是就让你觉得东西好吃，就是你在来这里到进去坐位置，然后到上菜，我觉得它整个流程都做得非常人性化，让人觉得都很舒服。我也觉得这体验感很差。现在我们来尝一下食饼，它是牛的前腿。也很滑，跟五花比起来，好我感觉鲜它的瘦肉感会比吊龙会更多一点。在肉质方面，我觉得吊龙可能更紧实一点。而我觉得最爽的是，真的完全热辣的过来，然
然后你稍微的量一下，它就是很适合入口的温度。食饼总体来说肉会比较大片一点，它切的体积比较大，所以我整口吃下去特别爽，大口朵颐的感觉。我们根据昨天的经验，吃了太多鹅肝很恶心之后，我们今天点菜非常的节制，但是太好吃了。我们现在其实吃的已经是9分饱，非常舒服的感觉，但是又追加了一份五花趾，来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好好的回味一下这一个。还加了一点糖，因为如果你想下午再来的话，你又得再付一次锅费和调料费，就起底20了，所以就一次吃个够，下午去吃点别的吧。今天的第一顿非常的幸福，一共用了200块钱出头，203然后吃了肉，我们还追加了一份，吃的很饱。然后给这个店评分的话，我会给5分满分。哇，给这么高的分，为什么呢？好吃，划算，然后服务特别的好，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，非常舒服又好吃的一顿菜。你呢？也许可能也是因为你饿了吧，第一顿你饿了的话，吃什么都好吃，而且加上它本身这个评分期待就很高，推荐就很高，我也会给5分，因为它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到位。然后我觉得汕头这边的美食不仅好吃，它整个体验过程中也非常好，从进店，然后到你引导到你下坐位置，然后上菜速度，然后它的口感，哇，我也给5分。准备出发，这是今天我们的坐骑。汕头的摩托车实在是太方便了，然后这里一排都是，还有狗狗，快乐的狗狗。出发，好天气。我们在休息肚子的时候，经过了文化馆，然后有人出来，我们正好查了一下，好像这也是能够开放给公众随时进来的。然后1楼它展示了一些潮汕语言的特色，到2楼我们非常的惊讶，它的展示非常的丰富，我们就录一下。比如这里是它非常特色的双摇鹅舞，来这里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种舞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等身的，就等比例的一个道具，拍一下我和它的大小，这么大，但是这个腿又真的是人正常表演者能够有的腿，意思就是表演者真的要套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道具里面，然后去表演。下面还有2个蛋呢。然后那个视频里，这里还有视频给你看，在现场他们是什么样表演的。然后这边是麒麟舞，麒麟舞是南澳县的一种舞蹈，麒麟，祥瑞之物。然后这里也展示了一个非常等比例非常大的一个麒麟舞的道具，酷。这里还有莺歌舞的现场场景，它这些人物雕像不会做得很假，这也很真实。莺歌舞已经是最近比较出圈的一个舞种了，然后终于有汉族人能够跳的舞了。56个民族里面，汉族人潮汕莺歌舞是一个可以展示汉族人舞蹈能力的一个舞。可惜我们还没有机会去现场看，到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带大家也去看一下。这个头长得像龙，但是它的身体感觉好像鱼龙啊。哦，这里还有他们制作过程，还有他们当时表演的一个场景，这个是当时表演的一个视频。我们现在来到了3楼，如果说2楼是一些传统节日或者大型节日才能看到的一些表演的话，那3楼就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，还有中药、龟头啊，潮汕的一些传统美食，还有果条，这个太逼真了，这个太逼真了，欢迎光临，随时为你开照。还有斗笠，还有这些甜点。做草席，睡觉的凉席，还有一些石雕、功夫茶，喝的。进来就非常震撼的木雕，就整个把古代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场景给整个展示出来了，很像《清明上河图》啊。像潮兄，太细节了，让我们靠近一点看看细节。它这里还有潮菜烹饪技艺传习所，2楼还有功夫茶传习所。如果能开门的话，肯定会非常的热门。
谁不想学学这些传统文化呢？这家店呢比较隐蔽，是在一个居民区楼下的1楼，我们绕了几圈才找到。我们尝一下这里的蚝烙吧。这蚝烙非常新鲜，这个蚝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蚝，因为它的小蚝非常的多，量也多。好，谢谢。真的非常特别，用的是淮山，很滑，还有这个红色的应该是柿子，我吃的，然后还有薏米，然后这糖水整体不是特别甜，很解腻，还有银耳，40多年了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没想到还能把冬瓜糖放到里面。我们在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绿豆姜薯，这种姜薯，这是姜薯，这个姜薯。哦，就是那个这个好吃，好吃哦，山药一样的，我已经买了。对，感觉像山药，但是是姜薯。这个已经30多了。哦，难怪原来没吃。不是山药，是姜薯。哦，山药10块、8块、几块，这个是姜薯，价格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啦。要是好打包给小光。你哪里没有啊？我们深圳过来的。这哪没有？就这里有是吗？对呀，好。这里才有。原来我刚刚猜的很多食材都猜错了，比如不是，山药。不是山药，是姜薯。然后山药10几块一斤，姜薯30多一斤。对，那食材只有这里才有的。对，小绿绿的那个是绿豆，然后和薏米放在一起，非常的清甜。然后10块钱，甜汤10块，蚝烙10块。他们在隔壁店，但是它是分开的2个老板，开了40多年，就开到下午6点半，早上10点半开到下午6点半。我会打5分，因为很好吃。我也觉得我也可以打5分。对，因为他们这个坚持做美食能做这么久，而且还能保持这么高质量的同时，这个味道一直都很好。但是我觉得这里就停车不好停，开车的人应该不方便。这里就适合骑电瓶车啊，然后走路来。吃了一口白粥，先垫一下肚子，然后再来吃一下生蚝。昨天吃了赴约，但没有点生蚝。很滑，也比较饱满，吃了就会爆汁。像我一般都吃蒜蓉生蚝，所以对这种全生的生蚝总是进去的时候需要适应一下。它有配汁，但我刚才第一口没有点汁，因为它这个蒜蓉酱就已经很漂亮了。其实，让我试一下配汁的感觉。这汁就纯咸口的汁。整个味道加重，可能如果你害怕海鲜腥味的话，加点汁你会好入口一点，因为你只剩咸味没有腥味。它这里海鲜食材都很新鲜，这个生蚝，生腌生蚝吃起来我还吃到一点点微甜的感觉，就这个蚝还不错，不过它这个头倒确实不是很大哦。对，个头不大，24块钱一份已经可以了。如果你没有吃过生腌的话，你想尝试的话，你一定得点个白粥。对，我们2个人点了1份，因为我们想多尝试多一点不同的食物，所以什么都点小小的。他给的手套。花螺是比较贵的，58块钱一小。非常弹牙。相当于2块钱一个。可能还不止哦。是不是很好吃？好脆啊！我们的5种已经阵亡了，我要解决完剩下的生蚝和这个，这是最后一个生蚝，我们吃的有点恶心了，因为太多了。
好吃是好吃的，但我觉得生蚝你不要嚼断，不要多想，直接嚼一嚼，能吞的就吞了，不然它有点像吃生鸡蛋的感觉。好，最后一个生蚝解决了。螺我是很喜欢吃的，但是胡总不太喜欢吃，所以我得一个人解决掉很多，有点幸福的烦恼。这是我们这次在汕头第2次吃生腌，然后吃的是不一样。我个人很喜欢，说实话，很便宜，然后在国庆它也应该就是因为便宜，所以它在国庆的时候，在假期的时候特别多人排队，这么小的店面，上百号人在排队，等着堂食或者外带。我觉得质量很不错，生蚝还有螺的味道都很好，就是我吃有点多了，现在头有点翻江倒海。我会给它4.5分，0.5分给在，如果你坐太外面的话，上面可能会有空调水滴下来，这个是一个唯一的不足吧。我会评4分吧，我觉得它如果吃不惯的人还是少点一点，或者点一点尝试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刚才点的我还是有点多，吃生蚝有点饿了。我们只点了2个菜哦。对 ，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在高铁上了，我们在走之前也买了3样小吃带走，打算在高铁上面吃。牛肝汁，还有反沙芋头和番薯，然后还有一盒绿豆饼放在了行李箱里。我们2天1夜的汕头之旅就结束啦，一切都很完美。我们今天骑了个摩托，对，摩托车很方便，来这边建议都租摩托。主要是很快乐，就是10月的天气太好，对，又不热。然后又很晴朗，今天的云就长得很像那个霉豆腐，很整齐又毛毛的。然后所有的店家都非常的热情，除了杨记、杏仁茶、老板娘，3个老板娘都没有一个理我。最后我去买反沙芋头的时候，被芋头的老板治愈了，也算是完整的结束了这一次汕头旅行。对，所以我们来尝尝这3样东西吧，最后给他们评个分。这个呢，就是被那个老板娘治愈的东西，叫做反沙芋头和反沙番薯，这是反沙番薯，对，这是反沙芋头。前方到站是潮汕站，各列车前面不止吸烟。感谢。我觉得是好吃的。很嫩啊！你们切的条也挺合适，但是对我来说有点齁甜，很香。但是我觉得甜是可以接受的甜，你把那些特别大的糖块给它刮掉就好了。而且因为我们是打包来车上吃的，如果在现场吃应该会更好吃。对啊，温热一点的。15块钱一份双拼，我觉得可以打5分，因为老板娘治愈了我。这家是伟顺反沙。在龙眼街店。我们尝一下这个是芋头吧，这是香芋对吧？我比较喜欢吃芋头，芋头本身没那么甜，但是它表面的这些佐料主要是甜的，这样子综合下会好吃一点。你打几分？打4.5分。第2个是油甘汁。因为这2天太多饮料了，一直没有买，然后走之前就一定要买一次。这就是街边现榨的。再送，这个时候还会送的这个，还会送一堆油干，很好吃啊，因为都是看着现榨的。就是10块钱，感觉每年都在涨价。然后那果子也很新鲜。很甘甜。就是现在果子就是这种味道。我给4.5分，希望它有价格能够打下来一点。然后绿豆饼在箱子里，也就9块钱一大盒。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路边试吃一下自己感兴趣的店家，然后现场觉得好吃的话，打包会比较保险。那么这次的2天1夜吃播之旅结束了。吃播很难，你感觉呢？一天吃不了几次。我们今天吃完那个生腌之后太饱了，我们就骑车骑了来回半个小时去海边长廊吹风，来缓一缓。
时要想去买甘草水果吧，而且去的店感觉水果不是特别吸引人，都是一些苹果太晚了啊、所有的哈密瓜都卖完了之类的，所以就没有买那个甘草水果。总体感觉就是刚吃锅不如吃过锅炉真的太难了，不仅是要吃很多，还要吃很杂，还要吃，不同的。对，还要去勇敢的试不同的款式，而且我的性格不是那种，我的性格是要把东西吃完的性格，就会吃的很撑。看来以后还是换个赛道，不要走别人擅长的赛道了。但是秋天真的很舒服，秋天的广东，欢迎大家来一个周末之旅，汕头2天1夜差不多了。如果要去南澳岛的话，可能要再安排多几天。但不是南澳岛，光是在城里吃2天1夜够了，而且淡季的话住宿也特别便宜，150多。对，150吧。